哎，各位书街小事的老朋友，大家好，嘿，我是那个摩羯座皮肤科医师，只讲科学证据的宋医师。今天，很高兴这个月我们跟2个漂亮的小女生都录青春痘的专辑啊，那这是我们那个何小姐何小姐跟大家打个招呼，这样。你好。好了，我们看到何小姐很腼腆的跟大家打招呼，所以我们就要请何小姐继续很腼腆的跟我们讲，一般青春痘的病人除非走投无路，要不然基本上不会想要，就是回到皮肤健康，然后让痘子都冒出来这条路。所以为什么你当时会选择肌戒毒？其实我当时一开始是想要改善我的皮肤一直长痘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其实有遍寻各种医生，不论是中医、西医，然后有尝试吃药、擦药，但是问题都一直没有改善。然后在这段期间，我有用过像是尝试去戒糖、戒奶，然后还有去运动、早睡早起，然后或是尝试用清爽型的保养品，可是痘痘还是反复不停的冒出来。那我会来极致治疗的原因是因为偶然在 D 卡上面发现宋医师的文章跟影片，觉得他专业可信，就想说来诊所先拍皮肤看看，那看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一直长痘。所以我能不能问一下，就是所谓的没有改善是一直都长痘，还是越长越多，还是有长得比较少，可是控制不下来？一直都有长痘，而且是反复不停的长。好长痘的情况没有恶化，但是就一直在长。有时候会恶化，然后有时候是平顺的。好，所以就是高高低低这样。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些整个治疗的过程中，有让你的皮肤慢慢觉得干燥吗？有让你的皮肤觉得好像很油很难控制吗？就是因为我们前一位姑娘跟我们讲说她有油肌，后来她发现她不是油肌啊。那你呢？你觉得呢？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油肌，然后尤其是我的额头部一直会出油，尤其是早上到上班到下午的时候都一直出油，然后还是会伴随着干燥。对，就这两出油跟干燥这两个问题。那这样子1年多下来，这个情况有变化吗？有蛮大的改善，尤其是我现在早上起床我都不会脸冒油光，然后到下午也不会了，就比较像正常的小女生这样子。对。好，所以差不多也是1年的时间嘛，1年多。那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你这样走过，我常常喜欢引用他们基督教的一个话，叫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要带来世人的光亮。你这样走过来，你发现你最痛苦的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度过了这一段？其实我觉得我最痛苦的是，我当时在肌戒毒的期间，我虽然有冒痘，可是我觉得长痘痘其实对我来说，不是最大问题，最大问题是伴随着皮肤脱屑跟干痒，尤其是它有时候痒到会晚上睡不着觉，然后会痒到一直抓，然后抓到破皮。那因为我本身又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体质，所以这个痒会激发我湿疹跟荨麻疹会整个诱发出来，然后会整个状态会恶化，然后干痒让我的皮肤抓到破皮，当我清水洗脸或是油敷的时候就会刺痛，会很不舒服。可是我又不能不做油敷的动作，因为脸会更干，会更痒。我只有在油敷的那时候，我皮肤才稍微缓解。所以这样1年下来，你油敷啊什么？那你刚刚讲到的异位性皮肤炎，你讲到荨麻疹的情况有因此改善吗？有比较好一点。发作的频率有比如说这是你完全没有肌戒毒以前，这是现在，它的之前的荨麻疹的发作、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跟现在这个整个频率有下来，有减少，对嘛？所以当你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如果有证据还有你能够说服自己很重要。那除了说服自己，你还有觉得有什么东西很重要？我觉得家人朋友的支持非常的重要。因为就是在这段排疫期间，就是脸上都会出现各种痘痘，然后其实亲戚都会问你的脸怎么了，然后你是不是发生什么情况，要不要去看医生？但其实内心要自己觉得说会好起来，然后再伴随家人的支持还有鼓励，这样的话可以让我度过这段期间。在医疗里面，其实家人跟朋友支持，其实家人跟朋友支持，其实家人跟朋友支持很重要的。那因为有时候家人跟朋友他们没有看过显微证据嘛，所以不一定能够支持。但是我们有设一个那个肌腱暖暖群，你看这里这样，
就是它就是让各位的那个戒友老人带新人，至少互相之间可以得到温暖。每次讲青春痘，我们就要重新把模型拿出来就是说青春痘其实是我们皮肤的自己的出油然后出水啦，那油管同时也是我们的毛管，所以我们在做肌肤监测的时候，只要发现它的毛管堵塞，它没长毛，然后有塞东西，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人的青春痘已经好一阵子。然后当年你为了要控油抗痘，你插进去的药，我们再重新讲一遍。大概在10年前有一篇 paper 在解开我们几乎是千古谜团。以前我们常常在说擦药的时候要经过皮肤间隙吸收，有没有？事实上后来那篇 paper 才证明85%的药物是会经过毛孔进去那这也解开我们一些疑惑，就是很多控油抗痘的成分为什么进去以后毛囊会先受到损伤，然后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在监测下看到毛稀少然后之后塞住以后，接下来你继续往下擦，它就会开始刺激这些真皮，然后就产生皮肤的刺激发炎潜在的敏感肌然后角质的厚化。那因为角质厚化干燥，然后上面其他部分还残余的油就觉得干燥，然后又觉得油脂就左边飘油，右边没办法乳化，所以青春痘的病人常会有又干又油的现象。那当你把这个东西打开以后，它的乳化重新形成，他就会觉得它的那个又干又有情况会改善。就是刚刚那个何小姐在讲，她的额头，她觉得她是油肌又有长痘子，可是整个好了以后，她反而她觉得她的皮肤就不飘油。那大家都想要看现场图，我们给各位看一下现场图，就是她来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子然后一路往下杀到这里，你会发现这里已经开始长一波青春痘，甚至有点脸红。那到这里来的时候还是脸红，这是2024年的7月然后同样2024年的7月这样一路杀上来，再往这里的时候，它又改善了一波，然后又跑过来。就是说，这种代谢的东西，所有的天然代谢的东西，它都是一样的，它会有反反复复的高高低高低，可是每次的高一定会越来越低，每次的低也会越来越低。也就是说，你在代谢的过程中，你会越来越改善。那我们用整年下去看这是2024年的3月然后一路拉过来，然后下那个橄榄油啦，然后下一些那个复活素之类，你会发现它的皮肤的颗粒从本来颗粒堵塞没有纹路，然后慢慢颗粒的排除，然后后来颗粒虽然也出现你可以看到颗粒一颗一颗出现，可是它纹路就越来越好然后到最后你就看到它的那个一段一段的变化后来它的纹路就开始变得丰满肥嫩然后就变得回到正常的现象，然后到最后就慢慢变比较稳定。这个就是肌肤监测在50倍的时候可以先给你的证据。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数据。我们刚刚是以整年的状态来看，可是如果你把它缩小到每个月，其实何小姐的皮肤很强壮就是很少数非常健康的女性所以我可以想象她在过去控油抗痘的时候所遭遇的困难，因为你的皮肤越强壮，然后你去压制它，起到反抗越厉害。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月228到329，就这样一个月，你可以看到它就经历了颗粒，然后代谢掉然后你看这是另外一张6月6月15到只是到多久到7月多，然后到8月这样一个月多一点点，然后你一样看到颗粒消失，颗粒然后变肥然后到8月多到9月一样看到你看变肥，然后干瘪，然后再颗粒出来，然后再继续有纹路然后到最后它变漂亮以前它的皮肤其实还在代谢它的角质，然后有一些脏脏的东西出来，然后颗粒出现，颗粒消失，然后到最后变好。这是告诉你说，当然后面最后那一段我们有稍微帮他用水光把它冲刷掉那使得他的皮肤变得比较容易代谢颗粒。可是水光终究只是一个术一个技巧，重点是当你的颗粒来到门口，它够软化了，你这时候可以用大敷面的方式把它拔掉你也可以用水光方式冲掉。可是重点是它必须要柔软才可以。因此肌肤监测讲的是你的皮肤的柔软代谢够正常，那你的肌裂乳就可以很顺利。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它的皮肤在机械毒的时候有高高低低的波浪，然后慢慢变好，然后在50倍的情况下，你也看到它的纹路慢慢在改善。那在主观的意识上，就你的生活上面，你觉得你有什么比较愉快的，然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改善的地方？在还没开始机械乳之前，我的脸上都会泛油光，从早上开始，一早起床开始就会，然后去上班之后到下午也是整个都在出油。那我后来机械毒之后，我早上起床清水洗脸就都没有再出油，然后甚至到我上班到下午，快要接近下班的时候也都不会再泛油光。而且我发现机械乳之后，我的皮肤比较不会那么暗沉，然后毛孔也不会那么粗大，那痘痘跟粉刺的问题也有降低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改善。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你虽然只有清水洗脸，没有擦油啦
可是它会自然润泽你的皮肤，所以你的毛孔不会粗大，你也不会觉得干燥，你也不会觉得暗沉。对。您这样子，何小姐这样走了1年下来，然后皮肤也改善了嘛，敏感肌也变好了嘛，对不对？啊，粉刺、毛孔都变好。那如果有人想象一下，有一天您结婚了，生了女儿哈，或者你的姐妹她有青春痘的问题要问你，你有什么你得到的收获，你可以告诉她的？我觉得不要，就是真的不要在皮肤上就是乱试任何的产品。我觉得一定要做过肌肤监测，再来试试看这些保养品到底适不适合你。因为就是我之前就是用的那些东西，那些保养品不适合我，所以我的皮肤才会出现状况。但是如果是适合的话，怎么用都没关系。可是前提是一定要做过肌肤监测再去用会比较好。那不然那些就会让你的皮肤只会更加的老化而已。好。所以我想这样说，就是简单讲，就是你要吃饭呢，也要量个血糖，才不会太多啦。对啊，然后你当然可以一直吃，像我这样，你知道我们这种就是肥胖受害者这样。所以对我们来说，身为皮肤科医师，我们会建议说，你给我们科学证据，然后我们就带着你往前走，不管你走到的是阴暗的幽谷，还是光明的土地上，你都永远知道你的指南针是对的。好，来，我们这一集要来给他一个简单的说明哦。这个说明很简单，就是，虽然那个何小姐讲说她有异位性皮肤炎，其实异位性皮肤炎就是过敏体质的意思啊。即使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敏感肌，我们还是可以在正确代谢以后，让它整个症状改善到非常没有哦，就是非常好这样。那如果各位觉得，你在整个皮肤治疗过程中，不管青春痘啊、发炎然后敏感肌，需要科学证据，那你就要学会有皮肤问题找舒肤机械，用科学证据找回肌肤的自信，这样有很清楚嘛？小编如果觉得有清楚，请大家给我们点赞、订阅、分享，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谢谢。